我接下了世界无敌最大的难题，收纳规划能难到哪里呢？直到我遇见了这个茶馆，但是呢，大概在1年过后，他们就开始不跟我联络了，也不放限动，也不放他们家的照片给我看。我跟他们要一下，他们还在那边推推拖拖。这现在是我顾问的第2阶段，我们就来看他有没有照我的功课缴交，然后有没有把它收到我要求的程度。因为业主他有一些自己想要放东西的位置，然后所以呢，现在他有帮我们写好他想要放什么东西在什么位置。这是新的，我们几个礼拜前才整理过。我就先放过你。我看到了，那个有日期113年5月7号，过期了。我更正这一箱，这箱不行，这箱不算。不想要是像那种要过的极简主义啊，我什么都不能有，然后维持家庭的整洁。我不想那样过生活，因为那不是过生活的方式。因为真正的在过生活，真正的家，你就是会有非常多的东西，但也没有多到像这么多。我有仔细精算过，它的茶具大概快要500个不同的茶具。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妥善的规划在这个呢？但只是就变成说这样消耗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你可能又会买新的东西，那可能做起来效果就会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提供给大家就是做个参考。润年设计 Living to Sing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就开启订阅，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嗨，大家好，我是蕾啊。我接下了世界无敌最大的难题。当时在接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多难，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公司常在做的事啊，收纳规划嘛，收纳规划能难到哪里呢？直到我遇见了这个茶馆。你们也知道，因为室内设计啊，我已经做了超过10年了。那每次呢，我在做那些平面图的时候，我真的就有意识到一件事情，不是我把平配做得多好，而是我可以把业主的收纳规划做得多好，我就可以维持那个家有多漂亮。设计完，然后搬进去住，大概1个月，我回去看客人的家，那个家都还可以很漂亮。然后那时候我都还可以在他们的限动看到很多他们拍自己家庭的照片啊。但是呢，大概在1年过后，他们就开始不跟我联络了，也不放限动，也不放他们家的照片给我看。我跟他们要一下，他们还在那边推推拖拖。我后来就意识到说，原来是收纳的问题啊。可是我每次都在想说，其实我应该是有把收纳的那些柜子的量做足啊。但是为什么家里还是会变乱呢？是你害的吗？乖。所以总之呢，这一次呢，我就接下了这个茶馆的收纳。当时我想说，一个茶馆能够有多少东西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今天是收纳小精灵路线，我们今天来到茶馆。这个茶馆呢，空间就蛮大，它有2层。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进去看一下我们茶馆主人他平常有多奔放，然后看我们有多少东西需要修。Let's go。这个剪脚了没有？好，今天呢，第1阶段就先收到这边，然后我们已经把柜子都换方向了。到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把细致的东西再上架，明天再继续努力 ，Go Go。今天这样就好了。这个茶馆就是像刚刚大家看到的那样，它东西就是非常多。到了那边呢，其实真的开始要做规划的时候，就发现了3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润年在做收纳规划的时候，不是帮你们断舍离，其实大方向上面呢，我们都希望可以保留所有你们想要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想要是像那种要过的极简主义啊，我什么都不能有，然后维持家庭的整洁。我不想那样过生活，因为那不是过生活的方式。因为真正的在过生活，真正的家，你就是会有非常多的东西，但也没有多到像这么多。所以呢，就变成说，我们的概念上都希望能够帮业主保留所有他需要的东西。可是呢，如果那个东西它超过了一定的量之后，它不是不能被收纳哦，可是which什么？它需要更多的柜位跟更多的空间来收纳它。所以呢，在茶馆啊，我就发现了第一个就是最大的困扰，就是它的收纳柜位是不够多的。所以呢，我们就有做了像这样子的柜位计划给他，因为其实它基本上里面都是一些活动家具。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客人用系统柜呢？因为活动家具有时候它里面的抽屉啊跟空间啊都不是你收纳那些东西需要的那种长相。
他走了。因为有时候你在收纳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抽屉好像太浅了，你这个柜子好像太深了，所以东西放进去之后还会有很多的空位。我们想要帮他做一个最好的规划，所以我们决定呢，就是要帮他做一个像这样子的柜位。那这个柜位呢，位区就是一个茶柜，它可以收纳下他所有的东西。因为你们可以看哦，我有仔细精算过，它的茶具大概快要500个不同的茶具。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妥善的规划在这个呢？那可能第一层的部分，我们就是会照这个收纳规划去做。那你们可以参照这个图面。现在呢是我们收纳的第2阶段。那跟大家说一下呢，我们收纳呢有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服务有给2种不同的客人，一种呢是懒惰自己收东西，想全权交给我们负责的。但第2种呢是像业主这样子，就是他自己呢有很多人可以帮他收拾，然后我只要帮他做顾问的。所以呢，这现在是我顾问的第2阶段，就我们就来看他有没有照我的功课缴交，然后有没有把它收到我要求的程度。Let's go。看起来东西是有少了那么一些了。继上次收完之后呢，我有给业主一些功课，就是第一件事呢是刚那个时候下面这边有大型家具的矮柜2个要丢掉，他现在已经丢掉了。然后第2件事情呢是这边原本有一个白色的柜子，然后我请他把它搬去就是他需要用的地方，因为这边不需要那个柜子。然后第3个呢是因为那时候1楼有很多的椅子，可是我觉得这个进度没有很好，因为现在椅子还是超级多。我们就是希望所有的椅子要可以收到桌子的下面，那没有能收进去的椅子都要去楼上的部分。等一下我再跟业主确认这一块。然后第4件事情呢，就是要把2楼的纸箱都拆开。然后刚刚呢，因为他是没有拆的，那我已经上去就是请他把它们都拆开，他现在把它们拿出去丢了。然后第5件事呢，就是要把柜台清空，不过看起来是还没有做到。然后第6件事情呢，就是要上架业主自己的东西，因为业主他有一些自己想要放东西的位置，然后所以呢，现在他有帮我们写好他想要放什么东西在什么位置。然后最后第7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是中原普渡嘛，所以他们有很多普渡的东西，然后都堆在这边。然后现在他是把这些食物都收完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第2阶段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Go。刚刚我们说到什么中原普渡，对不对？那这边呢，就是现在他把他一些就是食物的东西都收到这边了。但是呢，因为从上一次开始，我就严重的怀疑这里面有过期的食物。可是呢，因为我们可爱的业主是说没有，所以我现在要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要来检查一下。因为我跟你说，这一箱啊，我光这样子肉眼看就有几个我很介意的东西。就是这个孩子，你觉得这个饮料它有可能这样独立的就被关在一个箱子里面？如果你没有做收纳规划的状况下，然后你的食物都散装，你有可能会把快过期的食物整理在一起吗？我不觉得。所以像他这样子独立一个散装，而且还是喝的东西在这边，我不觉得它没有过期。而且因为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信誓旦旦跟我说这个绝对没有过期的食物，他已经听过了。好，上次我们说就这些是食物嘛，已经收好，对不对？你信誓旦旦跟我说这边都没有过期的食物，对不对？没有，这边是真的都没有。这里真的都没有吗？这里这一区都没有吗？这些是新的，我刚才大概几个礼拜前才整理过。现在要开了，这没有日期，我就先放过你。我看到了，那个有日期113年5月7号，我过期了。我更正这一箱，那箱不行，这样不算。第2个严重的事情呢，就是可能是我给到业主不一样的想法吧，所以当业主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觉得我可以留下所有我想要的东西。没错，我原本是这样说的，可是我现在要更正，你不能留下所有你想要的东西，你过期的东西必须丢掉。基本上我们当然还是让业主留下他所想要的东西嘛，可是过期的没有必要的东西，它是真的需要被丢的话，那它真的不能存在。那在茶馆这个空间呢，就真的也是有太多过期的东西，which那些过期的东西啊，可以占满1个柜位的容量。好，时隔半年，我们又再度回到这个茶馆，因为我们就是把中间的柜位该做的部分都做一做了，然后现在要来做2次收纳。那我们先进去看，把柜子做好之后有没有改善一点之前就是垃圾山的状况。Go。现在这个柜子已经做好了，但是东西也暂时先塞满。那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柜子的时候，预算有限，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不是贴木皮的，这个只是正常的夹板，然后染色，可是出来效果很漂亮。就是如果有预算考量的人可以尝试这个。然后好，现在呢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呢业主已经把自己的东西都放进去里面了，可是呢应该还有更好的收纳方式，我觉得。所以我们现在就请那个收纳小精灵出来，我们来重新收纳一下吧。Go。
三个问题呢，就是我发现啊，虽然我们做了不少的收纳规划，然后也遇到形形色色的客人，可是呢，真的是每一个客人有自己的个性。通常啊，在我们做收纳规划的话，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只是不会规划，可是你自己是愿意动手收的人，那你就可以我们帮你做好规划，然后把整个图面啊跟整个 guide map 给你之后，你自己收纳。可是呢，第2种方式，我们连人就是我们的小帮手都一起过去帮你收，不只是 follow 那个 guide map， 也帮你就是所有东西都归位。可是啊，我们就有发现，以前执行起来没什么问题，可是因为假如个性不一样的话，如果你要请别人来帮你做收纳规划的话，你还是要想清楚一下自己的个性，因为执行力是比较低的人的话，那你就倒不如忍一次痛，然后把那个钱花了，让我们小帮手一次去帮你把东西收好，那你以后就只要定位跟归位。可是就是如果你自己是真的等于说你并不怕累，然后你也觉得自己做收纳这些事情是疗愈的话，那你再选择只要有 mind map。那我们这一次比较困扰的状态，因为业主只有买收纳规划的 map 嘛，那他说因为他自己有人力，那他们可以收纳，可是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确实的照我们收纳规划给他的 guideline 去执行的。这3次下来，我们其实每次去的时候都还是有小帮手稍微帮忙了一下。那最后就是，其实我觉得成果是还蛮好的，但只是就变成说这样消耗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你可能又会买新的东西，那可能做起来效果就会没有这么好，所以就提供给大家就是做个参考。如果你想要搬家，你想要做收纳规划的话，这是一个经验，你们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自己想怎么做。